苍岭大陆，以气为尊，万般兵器，以剑为王。剑至极，尽可搬山，可倒海，亦可斩神。阿宁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向我剑阁修行，但是在家学剑也可以。你看看你这几年剑法出出病患。念念，你看看你娘亲，剑法又精湛了。剑法久精，一步一登天。如今我只是3境大剑师，想要更进一步，光靠埋头苦练完全没用，必须有高人指点。可是，好，既然是阿宁你的选择，我自然不会阻挠。此行何时归来？6年，最多6年时间，我就会回来。这柄剑是我近日打造，模样虽然丑了点，但胜在坚固。你待在身旁，一定有用处的。阿宁，闭上眼睛。这是我的七窍玲珑剑心，我不练剑，希望对阿宁有帮助。好了，怎么了？我把我的心给了你。爹爹，是不是又有新剑诞生啦？爹爹，我好像能感觉到他很喜欢我。念念，这柄剑已经诞生灵性，你是先天剑体，他们自然与你亲近。那爹爹呢？念念都这么厉害了，那爹爹岂不是更厉害？爹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铁匠，你娘亲才最厉害呢。哼，娘亲什么时候回来？念念都没见过娘亲呢。6年了，按照约定，她今天就该回来了。有人吗？有人来了，一定是娘亲回来了。念念，娘亲，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我不是你娘亲。念念，回来，她不是你娘亲。请问此处可是铸剑神将季明季大师的住处？合适啊。小女张云溪愿以张家100亿身家，恳请季大师开炉铸剑，助我杀上剑阁。爹爹，娘亲学剑的地方是不是就叫剑阁？你与剑阁有仇？剑阁就是一群道貌岸然之辈，表面上是名门正派，背地里干的都是烧杀抢掠的勾当。他们为了夺取名剑，不惜杀我张家满门。我不想参与那些江湖斗争。还有一点，云溪小姐，想必你搞错了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匠，并不是你口中所谓的神将。不可能啊！爷爷给我看过您的画像，我不会弄错的。10大神剑第10就是我张家神剑天降，此剑正是我爷爷拜托您打造的。您若是不帮，我就不起。哎，爹爹，你就帮帮这位姐姐吧，这位姐姐看起来好可怜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铸剑，该给的报酬我1分都不会少。3日后，剑阁大师姐梦妮与剑阁少主齐天成婚，剑阁阁主将会为其造势，亲自主持问剑大典。我要趁机杀进去，揭露剑阁的丑恶嘴脸，
孟宁，你是说孟宁要与剑阁少主成婚？季大师，您认识孟宁？此女6年前加入剑阁，当场被剑阁阁主收为亲传，仅仅几年时间便成为剑阁的大师姐，如今却要和剑阁少主成婚，成为剑阁少主母。什么？爹爹，孟宁不是娘亲的名字吗？娘亲为什么要和别人成婚？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原本打算在2人的婚礼上杀个天翻地覆，可是我没了张家神剑，我一身实力实不存一啊！以你6境剑尊的实力，就算有神剑傍身，却也是死路一条。况且我已无心铸剑了。既然季大师不愿相助，那我就不多叨扰了。不过，趁手的兵器还是有的。这里的每把剑都比我张家神剑强，居然被当成破烂一样堆在这里。剑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要跟你一起去剑阁。季大师，没必要为了我得罪整个剑阁。与你无关，我只是想去问个明白。爹爹，我们是要去找娘亲吗？是的，娘亲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。难道剑阁大师姐是季大师的老婆？这怎么可能？阿娘，为何这6年来你连一封家书都不曾修来？大小姐，这位铸剑神将毫无修为，这样子去剑阁抢妻，不是送死吗？这是季大师的家事，别多嘴。哦。张云溪是逃不出我们少主手掌心的，乖乖束手就擒，尚有活路可言。结阵迎敌！败了。不堪一击！琳琳，想不想练练手？爹爹，危险！云溪姐姐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哪里来的小兔崽子？这怎么可能？大胆！谁敢杀我剑阁弟子？糟了，是见到7境强者剑阁长老无极剑王。7境剑王很厉害吗？不敌呀。小姐，无极剑王不是我们能抗衡的，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姐姐，你们先走。云溪小姐，你们还是先走吧，留下来还要我们分身照顾。好，我们只有去搬救兵，救你们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杀我剑阁弟子！你和那些坏蛋是一伙的，那也是个老坏蛋。既然是坏蛋，就得挨打。一个碎娃娃都敢教训我！哼！刚才是谁杀我剑阁弟子？包藏了，出来！哼！剑圣级强者，这怎么可能？
呀呀！哎呀！啊！念念，下手轻点儿，留着它还有用呢。服不服？服了，我服了，小姑奶奶。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吧。快带我去找娘亲，否则揍你！娘亲剑阁大师姐梦宁。啊！小姑奶奶，这里就是剑阁，剑阁已与护宗大阵之内，护宗大阵10年一开，距离下一次开启还有4年，若无阁主允许，无人能开。铸剑人记名，邪女祭奠，特来剑阁寻亲。不错呀，梦宁。6年前，虽然你是靠着线上神剑加入的剑阁，但是我却没料到，加入剑阁之后，你的剑道天赋暴涨，修为也突飞猛进，竟然只花了6年时间，便成为剑道第6境剑尊强者。都是师尊教导有方。启禀剑神，门外有人找大师姐，说是大师姐的。说，他们自称是大师姐的丈夫和女儿，名字叫纪念和纪明。师尊，应该是我的爱慕者。不用理会，婚礼继续。铸剑人记名，邪女祭奠，特来剑阁寻亲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们不想让我娘亲出来？不是，他们去参加文件大典了，肯定是，也就是蒙宁大师姐和少阁主的婚礼。爹爹，帮我把这个破法阵劈开，哎呀请娘亲出来。小姑奶奶，这可死不得，这上面有金子，跟整座剑山是连在一起的，除非把整座山都劈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有，一是献上你们手中的神剑。当年蒙宁大师姐就是献上了一柄神剑，加入了剑阁。不行，小吉是我的伙伴，我不会交上去的。还有一种办法，便是剑丝问道。这剑痕上面的剑道气息很强。那当然，这是几千年以来我们历任剑阁阁主所留下的。你能激活1道剑痕，便可成为我们剑阁的外门弟子；激活2道剑痕，成为内门弟子；激活3道剑痕，可成为亲传弟子；激活4道的话，那就是真传弟子。 4道以上呢？激活5道准道子，6道圣子。你要是激活了7道，那就是下任阁主的候选人。再往后呢？还往后，1000年以来，只有1人激活过8道，便是现任阁主祁东林。您知道我们阁主现在的境界吗？第9境剑神境，当今东周第1人。当年我们阁主激活了8道剑痕，老阁主带着一众长老直接宣布，他就是阁主了。8道剑痕很厉害吗？咦，何止是厉害！你若是能激活8道剑痕，别说开山门了，整个剑阁也会为你轰动。哎，小姑奶奶，不是这么玩的呀！你得静心凝神，以剑道感悟去激活剑识。先天剑体为剑而生。第1道，第2道，第3道，第4道。
我的天呐，第10都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惊动引领99道神剑前来恭贺，难不成他是传说中的先天解体？爹，怎么回事？离席吗？不，这是事件时被激活8道时产生的异象。本座当年激活事件时，也有此番景象。不对，神剑轰动，冥剑沉浮，这是先天剑体出事了。我的黑姑奶奶，您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激活了10道剑痕？难道你就是传说中万年难得一见的绝世高手？这算什么？爹爹一定比我更厉害，对吧，爹爹？女子便有如此恐怖的天赋，那大大气不死，看来剑哥这次惹到大麻烦了。神剑大人，去剑阁召主刀。拜见剑神，收阁主。王平，你怎么被人绑着？剑阁的脸真是被你丢尽了。少主，这下技不如人啊！好一个道骨剑心呐！果然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先天剑体。你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拜你为师？本座乃剑阁阁主，东周剑神，拜入我门下，你就是未来的剑阁副阁主，传你无上绝学，保你日后平步青云，位列至巅。爹，这剑阁副阁主的位子不是阿宁的吗？剑阁副阁主听起来好厉害呀！这么说你是同意了？我拒绝。我和爹爹是来找娘亲的，又不是来拜师的。谁是你娘亲呢？剑阁大师姐孟宁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孟宁不是未婚吗？什么时候有的孩子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孟宁乃我弟子，是我儿未婚妻，怎么会是你娘亲？孟宁是我妻子，也是我孩子的母亲。今日登门见阁，特为寻妻而来。一派胡言！我与孟宁认识的第一天起，他便告诉我，他未曾婚嫁。两位，请随我到剑道广场，孟宁就在那里等着。哼，无论事情真假，这个小女孩必须留在剑阁。阿宁，孟宁，你看这两位可是你的丈夫与女儿？爹爹，这就是娘亲吗？好漂亮！是，她就是你娘亲。娘亲，爸爸，站住！不准过来！回师尊，弟子从未见过他二人，他们也与我毫无关联。阿宁，这是念念呢，她是你的亲生骨肉，都不认识了。爹爹，娘亲是不要我们了吗？怎么会呢？娘亲只是很久没见你，有些不认识罢了。阿宁，你答应过我6年就回家，如今你为何不归，还要嫁给他人？少在这胡言乱语！我从未成过婚，哪来的子嗣而言？倒是你带着孩子来毁我名誉，居心何在？我毁你名誉？女儿想要见娘亲，我亲自带着她去找那个6年杳无音讯的母亲，我有错吗？你少攀亲结贵！我说了，我没有女儿，赶紧离开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你女儿拥有如此剑道天赋，你完全可以靠着她获取荣华富贵，何必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来毁人清白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议。你个臭打铁的，敢跟我这么说话？哼！我不许你说我爹爹！你就只会躲在一个小孩的身后吗？好了，既然这位小姑娘执意认定孟宁是她娘亲，本座倒是可以成人之美。师尊，
想必你应该知道，一位能够激活10剑时10道剑痕的先天剑体有多稀有。且不提她是不是你的女儿，都必须留在剑阁。徒儿明白。真的？只要你拜我为师，本座不仅可以让你成为剑阁副阁主，还可以让我儿与梦宁收你为义女，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和你娘亲在一起。至于你，没有剑道修为，可以在山下当个杂役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明白话吗？你一个普通人还想入剑阁吗？成为剑阁的杂役，那是多少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我不要，念念不想和爹爹分开。哎，这可由不得你呀！你以为这剑阁是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剑阁，竟然是如此道貌岸然之辈。你也应该知道，你念念的先天剑体，只有留在剑阁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。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把他留在你的身边，你这样做有意思吗？我培养不了念念，你可知道，你离家入剑阁这6年期间，可曾修过一封家书，关心过念念一次？都是我含辛茹苦的将念念带大的。那又如何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臭打铁的，无法为念念的先天剑体提供半点帮助，只会拖累于他。我打铁又如何？我靠着打铁将念念培养成人，我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地，更无愧于念念。更何况，谁说我没有资格教导念念？身无修为，却能引起神剑之共鸣，你难道就是那位铸剑神将季大师？你是说他是那位名震九州的铸剑神将？这怎么可能？不会错，唯有打造出神兵的，周身浸染神兵之威，才能引起神兵之共鸣。这么看来，丑剑出自他之手。启明，你竟然是那位铸剑神将！现在，我是否有资格教导念念？没想到今日我剑阁竟能同时收获铸剑神将与先天剑体2位人才，真是皆大欢喜。既然你们不愿入我剑阁，那本座明确的告诉你们，今日谁也走不掉。你要做什么？放心，我不会伤你性命，我只会将你永世囚禁在铸剑室，为我剑阁铸造神兵，直到死。你敢？这里是剑阁，我乃剑神，天下第一人。你说这世间还有什么是我不敢做的？爹爹，你放心，念念保护你。乾坤逆转！哼，若是成长起来的先天剑体，我还会敬上3分。但现在还轮不到你在此放肆！念念，为什么感觉我的心好痛？本座不会杀他，但会消除他的记忆，为我剑阁所用。放了我女儿！爹爹，娘亲，求求你救救我爹爹！念念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们，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爹爹！念念，别求他们！匹夫撼兽，不知死活！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好好珍惜。就算他是铸剑神将又如何？空有铸剑技巧却无实力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实力？
实力就那么重要吗？他自己的女儿都弃之不顾。这个世界本来就以实力为尊，你若有实力，也不至于让女儿沦落至此。你放心，等我洗去她的记忆，我会跟孟宁好好对待我们的女儿的。别废话了！哈！你们这是在找死！你们可说辱我、欺我，我都可以不跟你们计较。但是，你们竟敢动我女儿，进来！剑破乾坤！他竟然能操纵丑剑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是丑剑的主人？这柄丑剑果然是他打造的，等会儿我便会取他的心头血，助我收服这柄丑剑。启明，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？为剑阁铸剑不好吗？那和被圈养的畜生有何区别？我师尊贵为剑神，一身修为堪比神明，而你毫无修为，纵使借助神剑之位，与之抗衡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总有地上的生灵敢于直面神明的微光。不知死活！你根骨拙劣，资质平平，这辈子都无法踏入剑道，何来实力直面剑神？是吗？他竟然也能激活剑石，而且电量速度貌似比先天剑体还要快，哗众取宠罢了。又是一个先天剑体，这是剑石竟然炸裂，他的天赋居然比先天剑体还猛。万剑沉浮，什么样的体质比先天剑体还强？不可能！先天剑体依然是剑道天花板。那只是你们认知短浅。如果说先天剑体是为剑道而生，那么至尊剑体，它本身便代表了剑道。一派胡言！本少主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狗屁至尊剑体。别担心，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。被成长起来的依然是蝼蚁，我只手可灭。说的不错，蝼蚁。意识到与剑神之间的差距了吧？你根本就碰不到我父亲分毫。今日我正好斩一尊剑神，10步斩你。10步斩神，你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我相信我爹爹，他一定可以的。他也就会说大话罢了。凡人与剑神之间的差距宛若天堑，哪有那么容易跨越？别说10步，就是100步、1000步，又能如何？孟宁，既然你不认我们父女二人，那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境界跌落了？没有这7窍玲珑剑心，你不过是个资质平平的普通人罢了。好，竟然是传说中的7窍玲珑剑心，你究竟还要给我带来多少惊喜？是你自己交出来，还是我从你的胸膛里边掏出来？我说了，10步之内斩你，现在是第1步。一境剑者，你怕不是过来搞笑的吧？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原来他隐藏了实力，那又如何？区区4境宗师之境，剑阁一抓一大把。季明，我劝你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我在丢人现眼？难道不是吗？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别说是与剑神抗衡，就算是齐天少主，你也不如。本少主可是7剑剑王，杀你如土狗般简单。剑王与我如蝼蚁。7剑剑王，难道他还隐藏了实力？不是隐藏实力，而是刚刚突破。你们苦苦追寻的境界，于我眼中唾手可得。我倒是小瞧了你了，但你仅凭剑王境就在此放肆，你可知本座乃是9境剑神？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，这样下去你只有死路一条。8剑剑圣，他难道就没有突破瓶颈吗？如此年纪能达到8境剑圣，倒是有些本事。但铁匠就该乖乖打铁，剑道不是你能触及的。打铁怎么了？铸剑18年，剑道藏我心，今日便是我收获道果的时候了。剑神就进旧部，他的气势竟然不输剑神大人，他不会真成了剑神了吧？我沉吟此境界数十年，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胆敢与我比剑！我说了，10步斩你，刚才是第9步，现在最后一步。传说中不被天道允许存在的异石境陆地剑仙，什么？他竟然达到了陆地剑仙之境！陆地剑仙，季明，原来你藏得这么深。不可能，没人能突破陆地剑仙。陆地剑仙只是这一方世界的极限，而并非我的极限。这是天地雷劫，你触怒天威了，今日必死无疑。季明，哪怕你再惊艳，10步成仙，那又如何？你敢出手吗？只要你一出手，便会被天地雷劫轰个灰飞烟灭。你现在3曲修为，尚有活路可言，否则情神俱灭。被天地雷劫锁定，的确无法肆意出手。看来你是打算束手就擒了。但是斩你，一招足矣。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就凭这把破锤子，还妄想杀了我父亲？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与天地抗衡。乾坤剑法，万剑归一。卧苍之锤。陆地剑仙也不过尔尔，根本就碰不到我父亲分毫。这是什么锤？这个是用来捶打垃圾的锻造锤罢了。好一个锻造锤！爹，
这可是剑神啊！纵横东周数十载的绝世高手，连他一招都挡不住吗？一招斩神，你已经这么强了吗？竟然杀了我爹啊！我跟你拼了！少主冷静，连剑神大人都被他一击毙命，你现在上去就是北北送命啊！你的依仗看来也并不牢靠。天地雷劫激活了，纪宁，你今天必死无疑！我将你碎尸万段，给我父亲报仇！神力注定无法与天威抗衡，纪明，你再努力，也只是徒劳，无法改变定局。此界天道如此孱弱，连些许气息都承受不住吧？你爸倒有意要毁掉这方小世界。还好雷劫只针对那小子，要不然整个剑阁都有被毁灭。结束了。爹爹，你在哪儿？别找了，你爹爹到处都是，他已经被轰成飞灰了。不会的，我爹爹不会死的。胆敢触犯天威，只能落个神魂俱灭的下场。接下来该轮到你这个小杂种了。哼！谁敢动我女儿？念念，你竟然在天地雷劫中活了下来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天地雷劫象征着天道意志，足以灭杀一切生灵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只要我想要，哪怕是此界天道，也奈何不了我。大郎饶命啊！刚才那都是我爹的主意啊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！而且刚才你把我爹都给杀了，就不能杀我了啊！孟宁，这就是你的选择？纪明，你就只会欺负弱小吗？欺负弱小？在我没有暴露实力的时候，他们对我百般欺压，百般凌辱，他们又何曾不是欺负弱小？可是剑神已经死在你的手上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非要闹得鱼死网破吗？我本无意争斗，无意与你们多做纠缠，是你们欺人太甚。至于鱼死网破，你们还没这个能力。不对，他的修为在周境。我明白了，他是散尽了自身的修为，才在那天地雷劫中活下来的。纪明，就知道你这小子不可能安然无恙的，你再跟我狂啊！啊！众剑阁弟子听我号令，结5行剑阵，为阁主报仇！接阵5行剑阵乃剑阁地牌杀阵，足以抗衡究竟剑神。你当真以为这些虾兵蟹将就能对付我吗？纪明，你真当自己还是陆地剑仙吗？你现在只不过是散尽修为的野狗罢了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杀了你！住手！放他们走。明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齐天少主，别误会。如今剑神陨落，外界必定虎视眈眈，不易打动干戈。况且纪明就算散去修为，保不齐还有别的什么底牌。待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再对付他也不迟。明儿说的有道理，今日我就暂且饶他一命。纪明，你我缘分已散，
赶紧离开这里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说散就散。你和我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哪怕你今日表现再惊艳，不过也是昙花一现，你我终究殊途末路。更何况你今天杀了剑神，犯下弥天大罪，不杀你也是万幸。你不想杀我，还是不敢动手？多说无益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娘亲，你真的不要我和爹爹了吗？你这个坏娘亲，我讨厌你！爹爹，念念不想找娘亲了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好，念念，爹爹带你回家。既然你今日如此绝情，那你我之间也没什么好谈的。我季明不需要你这么薄情寡义的妻子，我的女儿念念也不需要一个抛夫弃女的母亲。今日我季明以剑气作比，在此休妻。从今日之后，山高路远，母相见。少主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那阁主不是背死了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有本事你去呀！如今我父亲战死，剑阁受损严重，山门战力实不存疑，稍有不慎就是灭门之灾，我们必须谨慎处理。传我号令，从此刻起，剑门封山，禁止任何人入内。是。另外，我要闭关，联系绝天宗，请我爷爷出手。绝天宗是传说中的上界仙宗。没错，绝天宗屹立于上界，唯有历代飞升者才可加入。而我爷爷在绝天宗担任长老一职，若是能求得一把仙剑，我有十足的把握能斩杀季明，为我父亲报仇。如此甚好。宁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阁主夫人。我闭关这段时间，剑阁就由你来管理。请少主放心，孟宁定不负所望。季明，个人能力终究有限，唯有背靠仙宗方可长远。可惜这个道理，你永远不会明白。大小姐，我们真要为了2个外人毫无准备的杀上剑阁吗？剑阁与张家本就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今季大师又是因为我才被剑阁抓走，我又怎能弃他于不顾？或许剑阁未必会对他怎么样。剑阁为夺神剑杀我张家10几口人，又怎会放过铸剑神将？季大师指不定被折磨成什么样子，我们必须快点去救他。季大师，念念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妍希姐姐，你们不是被剑阁长老抓去剑阁了吗？才没有呢。你们没有遇到剑阁长老，那太好了。是我们把他揍了一顿，他才带我们去剑阁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以剑阁长老祁东林的品性，怎么会让你们安然无恙的离开呢？你说那个老匹夫，我爹爹砍了他一剑，他就死了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祁东林可是一代剑神，岂是你们能对付的？季大师，念念，见到你们安然无恙，我就放心了。只不过我还有大仇未报，就先行离开了。就算去，你也报不了仇。云溪自知自己的实力不比剑神，但是我张家的血海深仇不得不报。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是说，你的仇人没了。报，小姐，据前线情报，剑阁遭遇大乱，有神秘高人袭击剑阁，不仅将剑山劈成2半，还引发天地雷劫。什么？剑阁大乱？有神秘高人？无从得知。如今剑阁已然封山，消息全被封锁了，但据说就连剑神祁东林也陨落了。
祁东林已经死了，那我找谁报仇呢？死得好！剑阁作恶多端，如今终于遭天谴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位神秘高人出手，杀了祁东林那个老贼，为我张家报仇雪恨。传闻这世间有许多隐世老怪物，曾经冠绝过一个时代，也只有那些人才对付得了剑神。老怪物，我爹爹也不老啊。念念，你们肯定是遇到剑阁大劫，所以才安然离开的，对不对？才不是呢，明明是我爹爹。季大师，既然祁东林已经死了，那我和他的恩怨暂且放下。你放心，我该给你的报酬一分都不会少，只是此行来的匆忙，以后我会亲自送上剑炉。这位毕竟是铸剑神将，若是能与之交好，我张家复兴有望。不必了，我也不打算再回剑炉了。啊，你不回剑炉？那你准备去哪儿？云溪将会亲自送上。爹爹，我们不回家了吗？对啊，念念，我们不回去了，我们回中州气宗。气宗是中州5大圣地之一，传闻有3位剑神级别的强者坐镇，一点都不与剑阁差。爹爹，我们去中州气宗干嘛？认祖归宗。什么？您居然是气宗的人？怪不得不到而立之年便成为铸剑大师。星辰，喝口水休息一下吧。我不累，只要能打造出这件极品圣器万里寻踪盘，就能找回咱们的儿子了。可是你的身体会受不住的呀。20年前，我带咱们儿子回归家族，途中遭遇5位绝世高手的围攻，我与诸位无怨无仇，为何要赶尽杀绝？休伤我儿！我虽然拼掉了一条胳膊，还是没能保住儿子，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爹爹！星辰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况且敏儿只是失踪了，我相信她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会没事的。100年一次的祭祖大典马上就开始了，我会利用这个万里寻踪盘，有可能当上季家家主之位，到时我就能利用季家家主的资源去寻找明儿的踪迹。我儿若是还活着，这些年一定吃了不少的苦。今日季家100年一度的祭祖大典，除了祭奠先祖，还将选出下任季家家主。家主之位，能者居之，各位可以推荐，也可以自荐。见过各位族老，季家子弟季星辰以极品圣器万里寻踪盘，请命季家家主一职。极品圣器，
家族已经100年没有出现过极品圣器了。难怪季星辰一直在闭关，原来是在铸造极品圣器啊！季星辰本就是家族中的长子，是季家最耀眼的天骄，20年前就已登临9境剑神之境，如今又打造出极品圣器，放眼整个季家，无人能及他。看来季家家主之位，非季星辰莫属了。星辰，你果然不愧为季家的真龙天子，竟然打造出极品圣器！老夫再次宣布，季星辰就是季家下任家主。等一下，我认为他根本不配担任季家家主。此话怎讲？他是个只生一臂的废人，有什么资格担任季家家主？至于这件极品圣器，肯定也不是他打造的。要知道，手持铸剑师的第2灵魂，他仅剩一臂，怎么可能打造出极品圣器？季承风，你不要在这胡言乱语。这件极品圣器是星辰花了20年时间，用尽心血打造的。20年的时间就打造这么一个垃圾？哎，季承风，这个是我20年的心血，他更是找回我儿子唯一的希望。如今你把他毁了，你这是找死！哎，凭你个废物要跟我斗，我可是8境剑圣，杀你如土狗一般简单，真是个废物，如此不堪一击。季承风，你欺人太甚了你！我跟你拼了！小心！你们夫妻若执意寻死，我倒是可以成全你们。够了！祭祖大典上闹事，成何体统？季承风故意损坏极品圣器，是何居心？三长老，您别生气，我只是帮我们家族清理垃圾而已。垃圾？你能拿出更好的圣器？这更高品质的圣器我是没有，不过我有一个人可以随意打造出极品圣器。普天之下，能打造极品圣器的屈指可数，况且都要竭尽全力。我看你在愚弄我等。我说的这个人，他打造极品圣器，就跟我们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你说的人莫不是铸剑神将？季承风，你说的这位莫非就是打造了10大神兵榜中半数的神兵，堪称铸器第一人的铸剑神将？对，就是这位大人。铸剑神将隐居室外，你怎么能请得动？三长老有所不知，这位大人在云游四海之际，恰好被我碰上，并请到府上做客。我与这位大人是相谈甚欢，且有十足的把握，请他到我们季家担任供奉。实在是太好了，季承风，如果我们能够得到铸剑神将的指点，我们季家整体的铸器水平定能够大大的提高，甚至可能成为中州5大圣地之首啊！哎，承风，快把这位大人请过来。当然没问题，不过我倒是有几个条件。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首先，我要担任季家家主。哎，季家家主就是你的了。其次，他季星辰一脉得废除修为，逐出家族。你星辰毕竟是我们季家天子，怎么可以随意逐出？哎，废掉的天才，他还算天才吗？难道诸位要为了一个废物而放弃铸剑神将？你所言若是为真，你的要求老夫可以答应之。大长老，莫要多言。铸剑神将若能加入季家，哪怕是担任供奉一职，也能将我们季家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季星辰这一脉，就牺牲一下吧。忘了告诉你了，当年暗杀你的5位杀手也是我安排的，只是没想到他们如此废物，只杀掉了那个小畜生。但是没关系，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这一切都是你干的，季星辰，好好享受你的最后时光吧！啊！我兢兢业业为季家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却遭到族人暗算，被家族遗弃，就连我唯一的儿子都生死不明。天道何在呀？
蓝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儿子。够了，废什么话！来人，拿下！敢问此处可是季家？贸然登临季府，还望见谅。阁下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铸剑神将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久仰久仰，久仰久仰。什么情况？族老无需客气，我此次前来，主要是为了商谈回归季家之事。季承风说的果然不错，铸剑神将果真要加入我季家。哈哈哈哈！欢迎欢迎啊！对呀，季大师加入我们季家，那是我们的荣幸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像，简直太像了，跟你父亲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你是我的明儿吗？放肆！你们俩竟敢对季大师无礼，还不退下！二长老，他是我跟星辰的儿子季明啊！胡说！且不说你们的儿子已经失踪了10多年，就算没有死，他怎么可能成为铸剑神将呢？你真是太无礼了啊！赶紧给季大师道歉！等等，您的伤都是当年季承风给害的。季承风，好，很好。看来神将和承风的关系确实不错，我们果然没选错。哈哈哈哈！季大师，按照您和季承风的约定，我们正打算把季星辰一脉逐出季家。伤我父母，还妄想把我父母赶出季家，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让季承风，滚出来受死！什么？你的父母？我没听错的话，莫非你是季星辰失散多年的儿子？爹娘，小孩儿季明，邪女纪念，前来认祖归宗。真的是明儿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爷爷奶奶好。好。这是我的女儿，您的孙女，念念。女儿，好孩子，快让奶奶看看。回来就好。20年了，20年了。传说中的铸剑神将，竟然是季星辰的儿子。那为什么还将季星辰一脉逐出家族？不是季承风并不知道这一层关系，想要狐假虎威罢了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20年了！哎呀，误会呀！我们并不知道季星辰是您的父母，这都是那个季承风的谗言啊，对不对啊？都是季承风。季承风呢？季承风，滚出来救我！大长老，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，是要宣布家主之位了吧？混账东西，竟敢将铸剑神将的父母逐出家族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搞错了吧？他季星辰怎么可能是铸剑神将的父母呢？有假不成？你看看啊！你看看，铸剑神将就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季明。什么？季明？错了，肯定是错了。他就是个假冒的铸剑神将到。来了！哎呀，季老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真是让我们这蓬荜生辉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2个铸剑神将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肯定有个是假的。3位族老，这一位就是名正言顺的铸剑神将季老，至于他季明，就是个冒牌货。我爹爹才不是骗子，他是铸剑神将。哎呀，还敢狡辩是吧？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我的明儿！你个废物，还敢反抗！够了！想要证明谁是铸剑神将，比试一场好了吗？对，比。季老，您看无妨，老夫无惧任何人。那位铸剑神将神秘莫测，必是隐士高人，又岂会是这毛头小子？季明，你可敢比呀？我来！一个废物好意思丢人现眼呐！季星辰，我听说过你
曾经兴起的铸剑天才，你若以全盛姿态继续成长，未必不能达到老夫这一步。但可惜你被废一臂，终究前途无路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退下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要敢动我的明儿，就先通过我这一关。不知所谓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成全你。你若是输了，老夫要你另一臂。好，用不着爷爷出手，念念来就够了。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也敢大放厥词啊！念念，可不要胡说呀！爷爷放心，念念可是很厉害的哦。可是爹，放心吧，念念从不做无把握的事。明儿，她还是个孩子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明儿和念念出事儿。谁来都一样，结果都是输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开始吧。你还是乖乖的认输。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别说老夫我以大欺小。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，你输了可别哭鼻子。好。季老不愧是铸剑神将啊，如此技巧已是炉火纯青之境啊。那丫头怎么还未行动？我看她也就只会大放厥词罢了，就连最轻的锻造锤都拿不起来吧？念念的确不用拿锻造锤。嘿，拿不起锻造锤，如何铸剑呢？一念玉器，这怎么可能？这老夫从未见过如此的铸剑方法。明儿，念念她，爹，念念乃是先天剑体，所以可以亲近天下万兵。我明白了，看来咱们这一脉要出一位天骄啊！小小年纪竟能铸出上品圣器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坏蛋，你服不服？别高兴得太早，季老所铸之气定在你之上。你这小丫头倒是有几分本事，但是与老夫相比，你还相差甚远。看来得拿出点真本事了。哼！兵器化灵，难道是神剑吗？不，此剑还未达到神剑水平，但也相差无几，应该是最顶级的极品圣器。不过怎么看，总觉得不对劲啊！不会吧？季老可是铸剑神将，自有他独特的铸剑方法，岂是你我所能看透的？胜负已分，星辰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唉，是我们输了。按照约定，你这一脉将被逐出季家，你自行离开吧。哎，慢着，可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了。刚才季老立下赌约，败者留下一臂。来人，给我废去他一只手。张家张云熙特来七宗拜访铸剑神将。南州五大家族之一的张家大小姐，传闻南州有5大家族，因获得铸剑神将所赐的神剑，从此制霸南州，而张家便是其中一家。这岂不是说他见过真正的铸剑神将？张小姐想必应该认识铸剑神将吧？那是自然，
季大师与我有恩，云溪此次前来是为了专门酬谢的。那你看看，他们二人谁才是铸剑神将啊？是你。哎，哼，张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可让我好找。看来季老是真正的铸剑神将。季明，证据确凿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你要不要等他先把话说完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张小姐已经确认了，季老才是铸剑神将。来人，把这个招摇撞骗的骗子给我拿下！等一下，张小姐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此人铸剑技艺虽然高超，但却并非真正的铸剑神将，因为他所打造的兵器根本用不了多久。那按照张小姐的意思，谁才是真的铸剑神将呢？云溪姐姐，爸爸。明儿，这位是？爷爷，云溪姐姐是位好人，很好的人。啊，好。季明季大师才是真正的铸剑神将。一派胡言，他不过是我们季家的废物弃子，怎么可能是铸剑神将？张小姐，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！我没有。大长老，肯定是季明和张云溪私下勾结，才会帮他说话。季老如此轻松的就打造了极品圣器，当今世上试问，谁还能如此轻松的就做出极品圣器啊？张小姐，别以为你祖父与我有交情，就可以肆意妄为，得罪了铸剑神将，不是你承担得起的。大长老，既然你们执意相信他才是铸剑神将，那么无话可说。是无话可说呀，还是无法辩解呢？只能说你们目不识珠，只不过是依靠了一些小伎俩，过度激发剑的潜力，使其暂时品质提升。就这样，也好意思称之为极品圣器吗？强行提升剑的品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柄剑虽说达到极品圣器级别，不过它也只是徒有其表，用了几次便会损坏。论实用性，还不如一个上品圣器。启明，少在这胡言乱语！季老是铸剑神将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愚昧无知，是真是假，一探便知。哼！果然有问题。季老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由于时间的紧促，此剑乃老夫随意打造，它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就算他只能用几次，那也是极品圣器啊！对，太对了，季老说的非常对。极品圣器就是极品圣器，远非你们这些上品圣器可比。真是笑话，一个残次品也值得被你如此吹捧。纵然是残次品，也是你此生无法打造的存在。这种品质，我的确打造不出来，连极品圣器都打造不出来。这小子果然是假冒的。季星辰真是恬不知耻，自己废了要被逐出家族，还让自己的儿子冒充铸剑神将来招摇撞骗。因为我季明随意打造出来的兵器，远在其之上。你还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你还真拿自己当铸剑神将了？你是说你能打造出比极品圣器更高级的神兵？季老，也太瞧得起他了吧？他能有这个能力吗？我爹爹的能力超乎你们的想象。少在这装腔作势！你们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想求饶吗？只要他季星辰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放你们一马。好，我跪。干嘛？爹，这天下还没有人配让您下跪。不跪，那我便打到他跪为止。你们不该辱我的父亲！哼，凭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和你爹这个仅剩一臂的废人，你觉得挡得住我吗？叶长风，少在祭祖大典放肆！你们不过是看在我爹是断臂，若我爹是全胜状态，谁又敢辱他？可他终究是个废人，废人就要有废人的认知。废人少了一只手的铸剑师，他不是废人，是什么？断臂又如何？今日
我纪明便以单手铸剑，为我父证明。什么？单手铸剑？单手铸剑？你是来搞笑的吧你？启明，你女儿全力以赴，都不是季老的对手，就凭你单手，怎么能赢得过季老？明儿，不可！你从小流落在外，只学过最基础的铸剑术，你怎么能赢得过他？更何况还只用一只手啊！爷爷，你放心，念念的铸剑术是爹爹教的，爹爹一定比念念更厉害。铸剑可不是光嘴上说说这么简单，还要有足够的实力支撑。毫无修为，比你爹还要废物，你拿什么铸剑呢？别说你铸不成剑，就是你铸成了，也比不上季老的1/1000。是谁说没有修为便不能铸剑啊？今日我不仅要铸剑，还要铸神剑！哈哈，铸神剑也不怕把牛皮给吹爆了？哈哈哈哈哈！明儿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普天之下，只有铸剑神将才能铸成神剑。爹，放心吧，孩儿有把握。你耶，又能看爹爹铸神剑了！啊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你要是铸不出来神剑，今天我要断你双臂。我若是铸出呢？如果你能铸出神剑，老夫我愿意自断一臂，从此不再出剑。哼，一言为定。纪明，你确定要铸造神剑吗？这些是气宗最顶级的锻造锤，你可以随意使用。三长老，这里的锤子少说都有1000斤之重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怕是连最轻的都拿不动。他刚才还夸下海口，说要单手铸剑，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。多谢三长老好意，纪明随便使用一把便可。你确定只是随便用？这可是神器级别的锻造锤，神级锻造锤，我们气宗都没有，他哪来的？这只是我爹爹最普通的锻造锤。现在你们还比试吗？就算他有神级锻造锤，又能怎样？在他手上只能是暴殄天物。没错，想要铸造神剑，对技巧和手法都有严格的要求。以他的实力，根本发挥不了锻造锤的能力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果然是哗众取宠啊！这点实力，连我们季家的杂役弟子都不如。不对劲，这种锤法不对劲。三长老，这不就是最基础的铸剑术吗？还有什么不对劲的？不对，这是我们季祖传的神级铸剑术——天荒36锤。36锤，天荒36锤是我们季家先祖所创，是当之无愧的神级铸剑术。除了先祖之外，至今季家弟子无一人练成此术，因此此法向来被束之高阁。没想到今日竟在季明身上看到了。明儿自幼离家，看来啊，他从7、8岁就开始接触这神级铸剑术了。明儿这些年在外面，肯定吃了很多的苦。说不定纪明真能铸成一柄神剑。没有修为支撑，根本无法将剑胚中的杂质尽数淬炼，更别说是一步成器。就算他侥幸成功，那也只是一件残器。果然是个残器。毁了，前功尽弃。哎，差点出事儿。这小子没有修为，让我们真有希望见证一柄神剑出世。灵火尽失，灵气尽散，已无回天之术了。明儿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算了吧。爹，还没结束呢。白费力气罢了，我就不信这破铜烂铁能成神剑。
怎么会这样？无妨，只是铸造炉中残存的一些灵气，很快就会消失殆尽。是吗？这成了！此剑已达到极品圣器级别，差一步便可破茧而出。能达到如此境界，已是出乎意料。那又如何？这种极品圣器，季老同样能打造。按照赌约，他还是输了。说了，还没结束呢。朱雀焚9天，神剑化灵，神剑，这是神剑啊！好，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看见神剑铸成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铸出了神剑！来，向苍穹！这又是一股天地异象，这已然达到中等神剑的水准。难道他才是真正的铸剑神将？玄武定江山，没见过如此多的异象，此剑怕是已有1000年未出过上品神剑了吧？青龙唐四寒，极品神剑，传闻只有极品神剑才能引发如此异象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！真不愧是我爹爹，季大师果然是铸剑神将。灵儿，这么多年未见，你已经强大到如此地步了吗？今日我便让你们都看一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铸剑。逼临阵中招！哈哈哈哈哈！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！难道这是传说中能劈开天地壁垒的五行仙剑？这不可能！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打造出仙剑？据古籍记载，只有仙剑才能引起如此恐怖的异象，此剑必是仙剑。看来我们季家出了一位真龙之子啊！此人竟能打造出仙剑，难不成他比铸剑神将还要厉害？你傻不傻？铸剑神将的铸剑技巧堪称天下第一，世间无人可以比。那岂不是说，季明才是真正的铸剑神将，而季老真是假冒的？季老，你赶快打造一把比那更厉害的剑吧！季大师，老朽先前不识太深，不知道您才是真正的铸剑神将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季老，您这是……季承风，不仅愚弄老夫等人，还妄图陷害同门，该当何罪？三长老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呀！来人，剥夺他季家的身份，打入惩戒院，听候发落。星辰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呀！错了，不要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季明，季大师，这个骗子，你看如何发落？爹，您怎么看？儿子，我们与他并无冤仇，况且他也是受到季承风的蛊惑，要不就算了吧。好，一切都听您的。我先前想置你于死地，没想到你不计前嫌。这份凶计实在让老朽自惭形秽。我愿赌服输。今日我在此自断一臂，从此不再铸剑。星辰，我等误会你了。今天这个祭祖大典，你看是否继续进行啊？还是由你们一脉来主持？啊，对，之前都是误会。
至于刚才季明你说的认祖归宗一事，我们商量过了，且都同意了。对，长老，我听从我儿子的意见。我虽然是他父亲，但我不能强迫他。季明，你看，你们此前联合季承风欺压我父亲的时候，可没有想过这些。误会吧？你放心，只要你肯回归宗族，你就是季家的下任家主。至于你父亲嘛，就是第4位长老。此次回来，我本就是带着念念回来认祖归宗的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但是看着迂腐的季家，我想也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季明，你要三思啊！话已至此，先告辞了。星辰，你可不能走啊！星辰，你是我们季家的铸剑天才，而你的儿子更是铸剑神将。你们要是走了，我们季家怎么发扬光大？我尊重我儿子的意见，况且季家今日的所作所为，确实让人心寒。星辰，别走啊！星辰，别走！季大师，你若是不嫌弃，可以随我去张家参观参观。尹熙小姐，那我们就多有叨扰了。怎么会呢？季大师和伯父伯母能来我家参观，是我张家的荣幸。爹，这些年让您受苦了，不过您放心，儿子一定治好你的断臂。明儿，爹能看你平安回来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至于我这条手臂啊，已经断了好多年了，都习惯了。我倒是知道有一处地方，可能有足以让断臂重生的神奇灵药。何处？通天剑塔。通天剑塔？那是位于南部儋州的一处神秘福地。传闻在10年前，有一座神塔从天外坠落下来，散发出强大的仙气，在其涵养之下，孕育出了极品仙草七叶剑草。传说服用它，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提升剑道修为，还具有令断臂重生、重塑肉身的神奇功效。如何获得？只要通过通天剑塔的考核，便可以获得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儿子一定快去快回。好，明儿注意安全。念念，明儿照顾好我的小孙女儿。齐家子孙齐天，愿献上100年寿命，打通2界通道。恳求齐家老祖下凡。何人在呼唤本尊？齐家子孙齐天，恳请老祖出手，为我父亲报仇。报仇？我儿东林怎么了？老祖有所不知啊，我父亲惨死在一个凡人的手中，尸骨无存呐！这世俗界竟然有人敢杀我儿，这是逼我毁了这一界。打开2界通道还需要一些时间，这柄剑残存着本座的一缕仙力，足以将你们修为提升到9境。你们先持本座仙剑为我儿报仇。多谢老祖。宁儿，如今我身体虚弱，你持老祖的仙剑前往通天剑塔，拿下七叶剑草，为我寒骨肉身，而后再去找季明报仇。季明，你这次真的闯下弥天大祸了。此地便是通天剑塔，其蕴含的剑意，就连9境强者都受益匪浅。这里的剑意貌似也不是很强。
还不如我爹爹的铸剑坊。哟，这不是张家大小姐张云溪吗？你不好好待在家里守灵，还有心思跑到这儿来？王嘉文，我来此地与你何干？谁说跟我没有关系？此地唯有5大家族弟子才可以进入，而你还不够格。我张家身为5大家族之一，有何不够格？张家早就名存实亡了，也就只剩下你还在苟延残喘。只要有我在，我张家就不会亡。哼，不妨告诉你，4大家族已经决议将张家于5大家族行列除名，并全权接手张家旗下所有的产业。至于你，将会被驱逐出境，永世不得踏入南州半步。什么？你们得罪了剑阁，导致家族死亡惨重，如今更是连镇族神剑都已遗失，还有什么颜面与我等并列5大家族？我劝你识相点，就赶紧滚蛋，否则待我们出手赶人，可不留情面。不可能，张家是我爷爷一手打造的，我绝对不会拱手让给别人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要干什么？哪里来的小屁孩，要你多管闲事？念念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还是让我自己解决。怎么？你还想负隅顽抗吗？你若是想动张家，你先过我这关，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以前你有神剑傍身，我承认不是你的对手，但如今你在我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渺小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免遭皮肉之苦。不可能，那你就去死吧！住手！这不是李少吗？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你不是新月张家张小姐吗？我正要把她擒住，送到你府上去呢。云溪可是我的未婚妻，又岂是你能冒犯的？李清河，你……云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云溪，以你们张家现在的实力，很难在南州立足。我想你应该是明白我的心意，只要你答应嫁给我，我便可以保证张家今后无人能动。张小姐，李家乃5大家族之首，而且我们家族更是足以抗衡剑神班的存在。如果有李少庇护，哪怕是剑阁也得掂量掂量。李少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想自己解决。解决？你怎么解决？靠你一个小小的大剑师，还是你身旁这个废物啊？哼！李少，我早已立下誓言，谁若是能帮我张家报仇，我甘愿做牛做马去报答他。所以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云溪，你看，这不是我张家神剑天降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把剑便是我父亲战利品。战利品？不妨告诉你吧，那位斩杀剑神的神秘高人，便是我父亲。啊！世人皆知，剑神祁东林乃东州第一高手，世间少有人能与之比邻，而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。李家主的名号的确如雷贯耳。当得知剑阁为非作歹，夺取张家之剑时，我便第一时间请求我父亲出手，与剑阁在那问剑大殿上鏖战，最终齐胜半招，也只是侥幸获胜。虽说我父亲也因此身负重伤，但是这毕竟是为了张家报仇，哪怕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李家主的大恩大德，云溪无以为报。
没想到这丫头竟然这么好骗，嘿嘿，也不枉我花费大价钱打造了这把假的天降剑。只要能将张云溪收入麾下，那张家的所有资产就将由我掌控。云溪，你也应该明白我对你的心意。李少，你别这样。好，云溪，你若是不想嫁给我，那我也不强求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是，云溪姐姐，别信他，他爹根本不是那位神秘高人，他就是个骗子。骗子？哪来的黄口小儿？如今证据确凿，还敢在这胡搅蛮缠？这把天降是假的，真的在我爹爹那儿。岂不是说你爹爹才是那位斩杀剑神的神秘高人喽？没错，剑神就是我爹爹斩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爹爹是谁？他就是我爹爹。哼，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，竟敢冒充那位足以斩神的高人！我爹爹才不是废物呢，他很厉害。就凭他一个臭打铁的，我看他连剑阁的大门都进不去吧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那位无上的存在，莫不是想找死？念念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。念念才没有乱说。能斩杀剑神的，必然是这个世间的巅峰人物。除了我父亲李苍兰之外，谁人配享这份荣耀？李苍兰不仅是南州李家的家主，还是一位九境强者。传闻他曾获得过一把无坚不摧的绝世神剑，名为狂澜。凭此神剑，李苍兰力挽狂澜，以一人之力斩杀2位剑圣，自此成神，被世人尊称为狂神。那把剑的确是力大无穷，势可破天了。知道我父亲的厉害了，还敢冒充我父亲的威名？我本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铁匠，不喜争名夺利，算你识相。但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谁也夺不走。还敢嘴硬，冒充神秘高人，不敬狂神，种种罪责让你死上10000遍也不足惜。李少别生气，戚大师他不是有意的。那你现在跪下认错，还尚有活路可言，否则的话，今日必死无疑。这天下能让我下跪的人的确有，但是里面没有你。李少不仅是南州李家大少爷，更是狂神李苍兰之子，你们能够给他下跪，也是你们的荣幸。我记明这一生只跪父母，除了父母，哪怕是这整个天地，也没有资格。你若不跪，我便打到你跪为止。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你们怕是不知道李少的实力。李少3岁开始修剑，9岁便突破剑师，12岁的时候更是达到宗师水平。如今而立之年，更是位列7境剑王，堪称年轻一辈第一人。他要斩你，只手便可。7境剑王又如何？像你这样的大坏蛋，我能揍10个。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！让开，否则死！你若执意要动季大师，得先过我这关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还帮着外人说话？你好，非要帮这个废物是不是？之前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都取消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只配在我李家当一个贱婢。敢欺负我云溪姐姐，头打！好，今日我便要让你们知道，何为王，不可辱。如此轻易便破解了我的攻击，你是八境剑圣啊？八境剑圣，刚才是我大意，没有闪，才会让他有机可乘。归航，否则要你狗命！你等着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等我爹来了，要你好看。打不过就叫家长，羞羞你脸。混账！我看你们还有多大的本事，还能嚣张多久？你们敢伤李少，狂神李苍兰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季大师，
要不你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。为何要走？狂神李苍兰本来就是世间强者，如今还斩杀了剑神，普天之下无人能与他抗衡。我们若是走了，云溪姑娘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，大不了我就跟他们拼了。反倒是你，没必要因为我得罪一家足以斩神的势力。斩神，他们还做不到。狂神李苍兰到。爹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可一定要为孩儿报仇啊！清河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爹，你有所不知，刚才有个狂妄的家伙，不仅让人伤我，还敢说自己是那位神秘高人，请您出手将其镇压。你说他是那位神秘高人？是。据我所知，能斩杀祁东林的都是隐世多年的大能强者。这种大人物几乎很少出世，所以我才敢冒领这份功劳。如今难不成遇见正主了？爹，你别误会，那家伙就是个臭打铁的，身上一点修为都没有。原来如此，我倒要看看谁敢伤我李苍兰的儿子。李苍兰，过来见我。竟敢直呼我父亲的大名，简直是找死！慢着。我爹生气了，你就等着被清算吧。李苍兰，见过季大师。父亲，你这是做甚？混账东西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不就是个臭打铁的吗？放肆！他可是我们李家的恩人，我们李家的神剑狂澜就是出自他的手。他是铸剑神将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，李苍兰，你倒是教出个好儿子。犬子多有冒犯，还请季大师见谅。原来季大师与李家主相识，那就没事了。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季大师，您看这事儿，要不就这么算了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爹，菲儿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你错了就是错了，季大师，犬子冒犯了你。自然要受到惩罚，只要你把你的仙剑交出来，这场恩怨就一笔勾销，如何？李家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明明是你儿子有错在先，为何要季大师交剑？我没有搞错，他伤了我的儿子，理应当死。但是念在他与我李家有恩，我才勉强可以接受他的仙剑当做赔偿，保留他的性命。你说这样还看不出我的宽宏大量吗？就是，我就知道我爹不会不管我的。李家主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季大师好，为我好。对，自从仙剑出世以来，世人觊觎的目光尽皆汇聚于此。以你的实力，根本就保不住他，唯有把他交给我，才能安身立命。况且我如果得到了仙剑，有90%的把握可以感悟无上剑道，从而可以攀上巅峰，突破前所未有的陆地剑仙之境。我不但可以原谅你伤害我儿之罪，还可以出手庇护你，这样难道还不够吗？如此说来，我倒应该感激你啊。毕竟你与我李家有恩，你可以留在李家为我铸剑，这也算是我给你的一份福报。好一份福报啊！那如果我拒绝呢？那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李家主，你这样做，你就不怕遭到天下武者的谴责吗？我父亲如今是天下第一，谁敢谴责他？这个世界本就是以强者为尊，弱者只能受人欺负。那三大家族呢？他们都曾受过季大师的恩惠，才会有如今的地位。你就不怕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你吗？你说那3个老家伙，他们的确有点麻烦，不过以我的实力，足以在他们到来之前就解决战斗。
这是另外3大家族的家主，他们的实力虽然不及他，但是也差不多。季大师，我们安全了。果真如此吗？李苍兰，你此举也太不讲道义了吧！你竟敢对季大师下手！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卑贱下流之事？悲哀！我真为你感到悲哀。有我们在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动季大师。云溪，多谢3位家主出手相助，这是应该的嘛！季大师与我们有恩嘛，没有他，哪有我们的今天？没错，我这辈子最看不上这种忘恩负义之徒。季大师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他今天动不了你。既然大家都到场了，那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几个不也是为了他身上的好处才在这儿装模作样吗？哼，我才不做这种丧良心的事儿。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呐？哼，我从小到大的教育，不允许我做这件事儿。我答应你们，可以跟你们平分所有的利益。你以为3大家主都跟你一样是见利忘义之辈吗？老李啊，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？没错，也省得我们浪费这么多的口水啊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你看人真准呢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们呀，只是做了一个最明智的选择罢了。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们会来力保他这个毫无实力的废物？张家丫头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少管闲事儿，否则我们不介意将张家从这个世界上抹除掉。季大师，你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呢，还是被我们几个打得你乖乖的束手就擒呢？那就要看各位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反正他也跑不掉。要不我们先商量一下怎么分配利益。我只要仙剑，其他的随你们分配。凭什么？就凭我实力最强，就凭我斩了祁东林。祁东林真的是你斩杀的？废话，不是早已人尽皆知了吗？啊，这你想跟我切磋一下？哎呀，要不然算了啊，这个仙剑给他就给他了，咱们没有必要内斗啊。而且我看这小子挺富裕的，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剑，咱们就把它据为己有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咱们的家族势力翻倍呀。哎，等等，咱们3个该怎么分配？这个神剑它也分3、6、9等啊，肯定做不到完全公平。哎，这样谁先抓住季明，谁就有优先选择权，怎么样？不行！戚大师，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沆瀣一气之辈。人的本性都是拙劣的，倒也正常。戚大师，此事皆因我而起。今天我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奸计得逞。倒也不用。你们说完了吗？干啥？这么急着死啊？没看我们在商量吗？等我们商量好了再找你。哎，就这么定了，咱们划拳定输赢，好吧？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一起上吧。哟呵，呀呵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个废物，还妄想抗衡我们4大家族吗？抗衡？哼，还算不上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那是因为你们的实力还远远不配与我抗衡。找死！李苍兰，既然你想要仙剑，还不快表个态？既如此，那老夫就先打个头阵。爹，先杀你女娃，就是她伤了我。慢着，你们还动不了。这是剑阁的，他们不是已经封山了吗？剑阁的人不会是来寻仇的吧？毕竟斩杀剑神祁东林的真凶可就在这儿呢。谁知道呢？不过没有剑神坐镇的剑阁根本不足为惧。
你们剑阁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吗？还来这做什么？我们剑阁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那你又是何人？孟宁，剑阁代理阁主。区区一个代理阁主，一个如此嚣张！剑神已死，剑阁只不过是个二流宗门，我们南州4大家族早已经可以把你弹指可灭。满嘴喷粪！儿子，你敢打我？这可是况是李苍兰的儿子，连剑神都死在李苍兰的手上，你们还敢如此放肆，就不怕被彻底覆灭吗？李苍兰不过是剑神的手下败将罢了，也敢在此放肆？老李，你不是说剑神死在你的手上吗？是啊，这是个意外。看来是有人在这里吹嘘呀，没想到被人当场给揭穿了。咦！今日剑阁出山只为2件事，一是为了替剑神报仇，二是为了昭告天下，剑阁回归百族朝奉，敢有不遵者，杀无赦。好大的口气！牛都让你吹上天了，没有剑神坐镇的剑阁，老夫翻手可复。你若是真有实力，大可以来试试。找死！爹，李苍兰就这么死了！我天！可是九境的强者就这么死了？哎，不是，他就是一个6境剑尊，居然能斩杀9境强者？哎，不对，肯定是借用了外力，是他手上的那把剑，好恐怖的气息！他师傅是剑神齐东林，手持这么一把大杀器，难不成剑阁真要恢复昔日的荣光了吗？还不快滚！接下来轮到你了。误会！我们岂敢与剑阁为敌？就是，你们要杀我女儿，还敢说是误会？女儿？此地就一个女儿，那岂不是说他女儿就是？念念，到娘亲这里来。此女竟然是孟宁之女，哎呦，怪不得她有如此恐怖的天赋啊！天赋？不对，那岂不是说铸剑神将是孟宁的丈夫？季大师，我的都是受李苍兰蛊惑，才会对您不敬的。李苍兰已经为此事付出了代价。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仨吧。季大师啊，麻烦您替我等在孟宁阁主面前美言几句，您有什么需求，我们都可以满足啊。对，一定满足。你们想多了，我跟他毫无关系。季大师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您是季念的父亲。而孟宁是季念的母亲，你跟他怎么会没关系？念念，你不想娘亲吗？到娘亲这来，娘亲如今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与权势，足以让你成为新一任的剑神。念念很想娘亲，念念很想和娘亲在一起，可是从你抛弃我和爹爹的那一刻，你就不是我娘亲了。季明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。别忘了，这一切都是你亲手造成的。你也看到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足以给念念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反倒是你，根本照顾不好她。你不过是依托外力罢了。外力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没有实力，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。今日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连女儿都保护不了。就算你不来，念念也不会出事的。你还在嘴硬？以我现在的实力与地位，足以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只有背靠仙宗，才能安身立命，这一点
你永远都不会明白。我确实不明白，不过我也不需要明白，因为我仅凭自己便可以镇压一切敌。你非要如此固执己见吗？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若真有这个实力，却迟迟为何不肯动手？放肆！我看你是在，找死！梦妮小姐，你不是季大师的妻子吗？为何要这样咄咄相逼？我和他早就恩断义绝，更何况他杀了我师尊，毁了剑阁剑山，与剑阁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注定不能活着离开。孟宁的师尊不是剑神齐东林吗？对，照这么说，斩杀了剑神齐东林的应该是季明。季大师怎么可能是那位神秘高人？这不可能！梦妮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季大师毫无修为，你觉得我会拿我师尊的命开玩笑吗？可是季大师若真如此厉害，你为什么跟他和离呢？他的确拥有足以斩神的能力，不过那是从前。如今的他因为天地雷劫而散去了修为，只不过是个废人而已，根本配不上我。是你配不上爹爹，我配不上他。如今我是剑阁代理阁主，又有仙气加持，实力强劲到足以斩神。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实力。你只需要知道，这些实力能为我所用，反倒是他空无实力，只能任人拿捏。我爹爹的实力远超你想象。季明，你就只会躲在女儿后面，让她替你吹嘘吗？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无非就是想复仇嘛。好，我今天给你这个机会。现在孟宁大人杀你只需一剑，你若束手就擒，或许我还可以留你一命。不必了，动手吧。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？如今的你还有什么实力可以与我抗衡？我的能力，你还不配知道。不识好歹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你还有什么底牌？受死吧！后内剑塔开启了。通天剑塔终于开启了！哎呀，传闻通天剑塔内蕴含孕育着千年一生的极品仙药七叶剑草，若是能服用七叶剑草，他的功力会大增，说不定会破界飞升啊！何止啊！我听说这个七叶剑草啊，还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奇效，而且这胳膊断了，吃了之后还能复原呢。机会放在眼前，就看我拿不拿得住！拿得住！走！孟宁大人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七叶剑草而来，若能得益处，足以让齐天少主成为新一任剑神，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。至于那个季明，随时都能解决他。季明，今日暂且饶你一命，待我将七叶剑草寻得后，再来找你清算。季大师，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七叶剑草固然重要，但是我看孟宁的样子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好，季大师，你走错路了。我取完剑草就走。哎，居然有3株七叶剑草，这下我们发达了！想要收取七叶剑草，必须得承受住它所散发出来的剑意。我来试试。孟宁阁主能够斩杀狂神，这七叶剑草于他是唾手可得呀！这是必然，除了孟宁大人之外，在座的谁还有这个能力？他还不够格。
你们竟然还敢跟过来！我原以为你们会趁此机会仓皇逃窜呢。我为何要逃？你就不怕梦宁阁主制裁你？他还制裁不了我。放肆！不用梦宁大人出手，我就能斩你。老坏蛋，你还想挨揍是不是？你只会躲在孩子身后吗？够了，西明，你还不肯死心吗？我已经饶了你一命，你为何一再纠缠不休？我纠缠不休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无非是嫉妒梦宁大人的美貌和实力，想要趁机占点便宜。我早就说过，你我之间再无可能，再敢纠缠，我必杀你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过于自傲，我笑你自以为是。我自以为是？像你这种趋炎附势、只知道依托外力的女人，我还不屑于纠缠。太无耻了！我们梦宁大人现在是我们剑阁的代理阁主，又有仙气加持，可谓是一代女剑仙。敢问这世间又有谁能跟她比拟？是吗？但在我看来，你还不如我身旁的云溪姑娘。我不如她？西明，你居然拿我跟一个剑师相比？剑师又如何？云溪姑娘以本心修剑，无愧于天地。纵使是剑师，她依然值得受到别人的尊敬。这种蝼蚁，我只手便可镇压。你做不到。西明，你执意要挑衅我吗？行，今天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何敢让他跟我比一场？比什么？就比谁先摘到七叶剑草。也别说我欺负他，这摘取七叶剑草靠的并不是硬实力，而是对剑道的感悟，以证明自己有天赋。你可敢接啊？梦宁阁主，你也太看得起他了！像这种资质平平的废物，能比得上您吗？这比试我接了。戚大师，云溪知道自己的资质平平，帮不上您什么忙，但既然您如此信任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知死活，竟敢跟我们梦宁大人比，自寻死路！既然是比试，自然要有赌注。他若是输了，你便把念念的抚养权交给我，并且我要你跪在我师尊坟前自裁谢罪。这是你我的比试，和季大师有何关系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云溪小姐，你无需有压力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。那你若是败了，若是我真败了，任你处置又何妨？请便。季明，我知道你一直认为我能有今日的成就，靠的是你的七巧琉璃剑心。但今日我便要告诉你，我梦宁今日所获的一切，皆是靠我自己，跟你毫无关系。成了，梦宁大人成功了。这便是我的实力，信明，你可信服？不值一提。放肆！七叶剑草就在梦宁大人手中，你再放这种屁有何意义？他呀，还收服不了七叶剑草。看来梦宁也并未获得七叶剑草的认可，否则他怎会被那剑意所伤啊？这不可能！我身为剑阁代理阁主，这世间就没有我收服不了的东西。不行就是不行，纵使你再不死心，终究是无济于事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输。既然连我都收服不了他，这世间将无人能收服。那可未必。就凭他一个破剑师，恐怕连这七叶剑草的边儿都无法靠近。若要强行收服，只怕就是死路一条。你说的不错，
一般的大剑师的确很难收服七叶剑草，你还有点见识。但是他可是我认定的剑主，所以想收服七叶剑草，轻而易举。你看好了。七叶剑草暴起，他死定了！他居然真的成功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区区一个剑士，凭什么能获得七叶剑草的认可？七叶剑草的剑意虽然很强大，但比起我爹爹还远远不及。云溪姐姐连我爹爹的剑都能收服，收服七叶剑草又有何难？我也能收服仙剑，为何我就不行？那只能说明你不如他。我不如他，论修为实力，我远在他之上；论背景实力，剑阁也不是他张家可比的。更何况我有仙剑加持，怎么可能比不过他？你的剑也能叫做仙剑，无非是受了一些仙力加持而已。跟真正的仙剑相比，还差了108000里。就算如此，我要斩你一剑即可。你是不是耍了什么手段？说，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孟宁，你的心乱了。季明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废物，凭什么对我议论？你过于依托外力的话，便会忘了自我。你如今连外力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底气在这口出狂言？我无需靠外力，我向来信奉的只有自身的力量。靠自己？你还以为你是陆地剑仙啊？你现在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，不堪一击的废人。凡夫俗子又如何？我虽不喜争斗，但亦有不世之威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本事！竟然敢挑衅孟宁，这是找死啊！那李苍兰都不是孟宁的对手。季明今日必死无疑。怎么可能？没想到你真的动了杀心，孟宁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我本以为你对我们之间还留有一丝执念，没想到你对我们之间的感情一文不值。把剑放开，尚还有活路可言。好，现在我放开了。季明，你根本就没有3具修为，你骗了我们。那岂不是说他还是那个斩杀剑神启动里的陆地剑仙？不对呀，你看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修为。我的确散去了修为，但想要恢复，不过顷刻之间。陆地剑仙，撤！所以你一直在戏耍我，就是为了看我笑话吗？我才没有那么无趣。我之所以散去修为，也只是为了防止此界天道崩溃。那你为什么不直说？说你告知你还是陆地剑仙？因为你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一句话。孟宁，你输了，该履行赌约了。季明，我戚家老祖在此，由不得你放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宁儿，你没事吧？齐天少主，这位是我齐家老祖，我特意请他老人家下凡为我父亲报仇，我就不信季明还不死。11境仙灵强者吗？季明，你又该如何抗衡呢？庶子，敢杀我儿，今日定叫你受尽万般苦楚，剥皮抽筋，让你神魂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不许你说我爹爹！哼！念念，
最后，此界竟然有人能铸造出仙剑，不过也只是个垃圾罢了。启明，你现在认识到与我家老祖之间的差距了吗？怎么还不赶紧跪地求饶？在我的认知里，从来没有这4个字。那你马上就有了。这是你女儿吧？我会当着你的面虐杀她，让你也尝尝丧失至亲之痛。上界之人随意出手，就不怕神力落下，导致这方世界崩溃吗？为了杀你，我可特地请来能稳住天道的至宝，倒是让我花了不小的代价。哼！镇灵塔啊，怪不得。不过如此一来，我就放心了。怎么，打算投降了吗？我便放心让你上路了。送我家老祖上路，你怕不是过来搞笑的吗？你能在这个年纪成为陆地剑仙，不过与老夫相比还远远不足。我要杀你，如同杀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。以陆地剑仙的修为，的确不是你这个仙灵境的对手，你知道就好。不过，谁又告诉你，我只是陆地剑仙的修为？我操！这怎么可能？剑仙还在提升。我早说过，陆地剑仙只是这方世界的极限，而不是我的极限。老祖，不可大意，我父亲当初就是对他如此轻视，才被反杀。谁知道这个小子还有没有什么后手啊？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便斩杀他，以绝后患，受死吧！嘿，我们无意争斗，为何苦苦相逼？嘿，敢杀吾儿，注定要付出代价。你尚未飞升，肉身未受仙力洗礼，哪怕修为再强，也还是肉体凡胎。胆敢硬汉仙灵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肉体凡胎又如何？今日我纪明以凡人之躯比肩仙灵。虚心妄想！你的肉身怎会如此恐怖？不对，你不是仙灵境，是仙帝啊！从此刻起，剑阁出名！我家老祖是一境仙灵境强者，竟然被一拳打死了。原来他竟然是仙帝。蒙宁，你的依仗不过尔尔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我只是想变得更强。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但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天道有常，自食恶果。念念，跟爹爹回家。